10分钟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来读日本整理咨询师山下英子的《断舍离》。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扰？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却总是找不到想要的。明明拥有很多，内心却感到空虚。想要改变生活，却不知道从何开始。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，那么《断舍离》这本书将会成为你人生的转折点。第一部分，断，拒绝不需要的东西进入生活。什么是断？断，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进入你的生活空间。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。山下英子在书中提到一个让人深思的故事。他的一位学员是一个典型的购物狂，看到打折商品就忍不住要买，家里堆满了各种便宜货，10双从来没穿过的鞋子，20件标签还在的衣服，无数个用不完的化妆品。这位学员总是安慰自己说，反正很便宜，以后总会用得上的。但是山下英子问了他一个致命的问题，这些东西你真的需要吗？他们让你更快乐了吗？学员愣住了，因为他发现这些东西不仅没有让他更快乐，反而成了他的负担。每天看到这些用不上的东西，他都会感到焦虑和自责。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。我们总是被可能会用到，说不定哪天需要，这么便宜不买可惜，这样的想法绑架，不断的让无用的物品进入我们的生活。断，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购买行为。在买任何东西之前，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我真的需要它吗？它符合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吗？它能让我变得更好吗？如果答案有任何一个是否定的，那就果断放弃。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案例，一位35岁的单身女性，家里有30多个包包，但她每天上班只用其中的3个。当山下英子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多包的时候，她说，因为我觉得拥有这些包包，我就是一个精致的女人。但实际上，这些包包并没有让她变得更精致，反而让她的房间变得杂乱无章，让她每天早上都要花很长时间纠结今天要用哪个包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包包代表的不是精致，而是她内心的不安全感。她需要通过购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通过拥有来填补内心的空虚。学会断，就是学会保护自己的生活空间，保护自己的心理空间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为真正重要的东西腾出地方。第二部分，舍，丢弃现有的无用之物。如果说断是防守，那么舍就是进攻。舍就是要主动清理掉那些已经进入你生活但对你没有价值的东西。山下英子在书中分享了她自己的转变经历。年轻时的她也是一个囤积狂，她的房间里堆满了各种东西，看了一半的书，穿不下的衣服，坏了的电器，过期的化妆品，她总是舍不得扔，觉得说不定还有用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搬家的时候，看着那一箱箱从来不用的东西，突然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她的财富，而是她的枷锁。她花钱买了它们，花时间收拾它们，花空间存放它们，但它们从来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价值。舍，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物品本身，而是来自我们内心的情感纠结。我们舍不得扔东西，往往不是因为东西本身有价值，而是因为我们对它有感情投入。比如那件花了很多钱但从来不穿的大衣，我们舍不得扔，不是因为它真的有用，而是因为我们舍不得当初花的钱。但是山下英子提醒我们，钱已经花了，这是沉没成本。无论我们是否保留这件大衣，钱都回不来了。继续保留它，只会让我们每次看到它都想起这次失败的购买，给我们带来负面情绪。山下英子在书中提到了一个特别感人的故事。她的一位学员是一位失去丈夫的中年女性，她的房间里保留着丈夫生前的所有物品，衣服、书籍、工具，甚至连用过的牙刷都舍不得扔。她觉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是对丈夫的背叛。但是山下英子陪她一起整理的时候，她才发现这些物品并没有让她更好的纪念丈夫，反而让她无法走出痛苦。每天看到这些东西，她都会陷入回忆和悲伤中，无法开始新的生活。最后她选择只保留最有纪念意义的几样东西，把其他的都处理掉了。令她意外的是，当她放下这些物品的时候，她并没有感到对丈夫的愧疚，反而感受到了一种解脱。她说，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不是执着于物品，而是在心中保留美好的回忆，然后勇敢地向前走。舍需要我们面对内心的恐惧，我们害怕扔掉东西之后会后悔，害怕将来会需要但找不到，害怕别人觉得我们浪费。但是山下英子用数据告诉我们，在她指导的上千个案例中，有超过90%的人在清理之后都感到后悔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绝大多数人都感到轻松和自由，很少有人会扔掉的东西感到后悔。舍让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价值。当我们把无用的东西清理掉之后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就会显现出来。就像雕塑家雕刻雕像一样，他们的工作不是添加什么，而是去除多余的部分，让美丽的形象显现出来。第3部分，离，
脱离对物品的执着。如果说断和舍是动作，那么离就是境界。离是要脱离对物品的执着，不再通过拥有来定义自己。山下英子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：我们不是物品的主人，我们是物品的管家。这个观点彻底颠覆了我们传统的拥有观念。他解释说，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物品的主人时，我们会想要控制它，占有它，永久地保留它。但是当我们认为自己是物品的管家时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让它发挥最大的价值。如果它在我们这里不能发挥价值，我们就应该让它去到能发挥价值的地方。这个观点让很多人感到震撼。一位学员在听到这个概念后说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总是感到疲惫，我每天都在为照顾这些不需要的物品而消耗精力。离意味着要改变我们的身份认同。很多人习惯通过拥有什么来定义自己，我是有车一族，我是藏书万卷的人，我是时尚达人。但是山下英子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身份认同应该来自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而不是我们拥有什么东西。离最深层的含义是要学会放下控制欲。山下英子发现，很多人之所以舍不得扔东西，根本原因是想要控制未来。他们担心将来会需要但找不到，所以想要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准备。但是这种想要控制一切的欲望，实际上是对生活的不信任。山下英子告诉我们，生活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。当我们试图为所有情况做准备时，我们就失去了生活的灵活性和创造性。他分享了自己的体验：当我学会了放下控制欲，不再为假想的未来囤积物品时，我发现生活变得更加有趣了。我开始相信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都有能力去解决，而不需要依赖事先准备的物品。离让我们重新定义什么是富有。传统观念认为，拥有的越多就越富有，但是山下英子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富有是拥有选择的自由。当我们不再被物品束缚时，我们就有了更多的选择，选择住在哪里，选择做什么工作，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。第四部分，断舍离的人生智慧。断舍离不仅仅是一种整理方法，更是一种人生哲学。当我们掌握了断舍离的精神内核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也需要断舍离。断就是不再与那些消耗我们能量的人建立新的关系，舍就是勇敢地结束那些已经变质的友情和爱情，离就是不再通过讨好别人来获得认同。山下英子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让人深思的观点：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把它们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，我们就没有精力去珍惜真正重要的人。他分享了一位学员的故事。这位学员有一个特别要好的闺蜜，但这个闺蜜总是向她抱怨生活，从来不听她的建议，也不关心她的感受。每次和这个闺蜜聊天，她都感到疲惫和沮丧。在学习断舍离之后，她意识到这段关系已经变成了她的负担。她不再主动联系这个闺蜜，也不再做她的情感垃圾桶。起初她感到内疚，但后来她发现，当她把精力从这段消耗性的关系中抽离出来之后，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陪伴家人，去发展真正有意义的友谊。在工作中，断舍离同样适用。我们要学会断绝那些不重要的会议和活动，舍弃那些已经过时的技能和观念，脱离对职位和薪水的过度执着。山下英子认为，真正的职业成功不在于做得多，而在于做得对。当我们把时间和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时，我们的效率和成果都会大大提升。在内心世界中，断舍离更是必不可少的。我们要断绝负面思维的输入，舍弃过去的创伤和怨恨，脱离对完美的执着。山下英子说，我们的内心就像我们的房间，如果不定期清理，就会堆满各种垃圾情绪。当我们学会了内心的断舍离，我们就能保持心灵的清明和自由。山下英子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深刻的洞察：断舍离不是为了过极简的生活，而是为了过精致的生活。真正的精致不在于拥有昂贵的东西，而在于拥有合适的东西。他说，当我们把不需要的东西都清理掉之后，剩下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精心选择的，都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。这时候，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会大大提升。最重要的是，断舍离让我们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主导权。山下英子说，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累、很乱、很无聊，根本原因是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，他们被各种物品、各种关系、各种习惯牵着鼻子走，忘记了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。当我们掌握了断舍离的智慧，我们就能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人。我们可以主动选择什么进入我们的生活，主动决定什么离开我们的生活。我们不再被动的接受，而是主动的创造。当我们读完《断舍离》这本书，我们会发现，山下英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套整理方法，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。
断舍离不是要我们过苦行僧般的生活，而是要我们过更有质量的生活。它不是剥夺，而是解放。它解放我们的空间，解放我们的时间，解放我们的心灵。分享书里的一句话，结束今天的阅读。通过不断的选择必要的物品，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真正的喜好和价值观，从而提升自己的判断力。